如果让你花30多万，你愿意在农村安家生活吗？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的大山里，准备探访一位朋友。这位朋友的经历挺特别的，早些年父母辛苦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，好不容易把全家从农村搬到城里生活，兜兜转转，一家人又收拾行李，拖家带口的回到了农村。常言道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是什么让他们毅然放弃了城里面的生活，回归到原点呢？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深入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的大山里，准备去探望一位朋友。没错，他就是贵州李俊。李俊呢，他是前几年前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山里面买了一个破房子，然后花了几十万去打造。他是从城里搬到这个山里面的，这种生活我也特别的向往。李俊来了，李俊来了，欢迎，好久不见。来就来嘛，我们还带吃的，我们山里面有吃的呀。没有。来，我帮你拿吧。你拿这个吧，这个我提。他们来还自带食物，走，在我们下面去坐一坐。好的。我们这条路现在还没有开始打水泥，可能下个月就开始了。下个月开始打水泥路。对，你们下个月来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把车开到我们院子里。哦，那更好了，更方便了。你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往那上面走的啊？嗯。这次是不是感觉轻松多了？对，上次还要爬坡、下坡。对。你们当时修这条路是花费了多少？这个路？这个路呢，其实是我们在偶然间申请来的。本来我们这里是没有这个指标的，然后我们县里面不是换了一位书记嘛，然后他就对我们这些乡村振兴啊比较重视。我又给他提了一下，我说我们这里离城近，还有一些村民在这里做，出行很不方便。然后他听了以后，还特意到我们现场来考察了一下。然后就给我们批了这条路。反正当初就是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这条毛路给修通了。修通了以后，现在处于一个就是沉降的一个过程。如果说马上去打这个水泥的话，它肯定是会开裂的。所以说考虑到各种因素啊，就让它先缓几个月，再给它硬化嘛。现在这个房子有没有再继续投资？房子呢，我们暂时是不投资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当初修这个房子是花了30多万。我们主要的钱都花在了被人坑或者是一些搬运上面。现在就是想的是减少这个开支嘛，就把等到这条路给修通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材料运输到我们的院子里去了，就不需要人工来搬运。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一大笔钱嘛。那个是一大笔那个人工费。对。其实它是最贵的还是人工费？是的，现在主要就是人工成本比较高，其实这些材料的话不贵。我们当初1块砖2块钱一个买来，然后人工费的话就要占去8块钱了。所以说这个成本是很吓人的。这个人工比那个砖都还贵啊。对呀，现在就是比较难请人，因为我们当初这里不通路，很多师傅他也是不愿意来的。愿意来的话，那些也是抱着坑我们的心态来的。看我们是年轻人，所以说对，因为我们不懂嘛。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要上一些当。对，现在年轻人没有经验。其实也是人生中花钱买的一个教训吧。对。吃一堑长一智。对，只有吃亏多了才会累积经验。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租的房子，因为我们自己那个房子没有改造好，住在里面不安全。这边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地方。对，这是我们生活区，你看，还是很有生活气息的。走吧，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看一下。我们那边呢，主要就是平时在那边吃饭呀、做饭呀，在那边娱乐比较多。都是分开的哈。对，现在呢也是，应该吃早饭了，我们去那边做饭吧。这是我们种的桃树。哇，过段时间都熟了。对，你看这些葡萄都还是不错的，这是我们刚搭的葡萄架。最近呢，我们也是在打造这个环境，然后这些牛圈茶室也在陆续的改造，然后没有请人，都是我自己在弄。那你很优秀了，我觉得。这都是边学边做的，做的很粗糙。现学现卖可以了。对。这个工程量。人的话，最少要200-300块钱一天。还不一定有人来，这个当初我们是花了1万多修的这个。
主要是活太少了，他不愿意接。对，像这些路，都是泥泞道路，然后我们最近都是在改造，然后弄了一些石板，像这样嵌入进去。哦，这个石板也是你们做的？对啊。后期可以加一点石子在周围。对，现在都是慢慢的来嘛。像这些都是我们当初做的，然后这个。你们这个是要准备搭建什么吗？一开始本来想的是做一个民宿。哦。然后做到中途呢，就是遇到一些困难，然后就放弃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也是没有打算要了，要把它拆掉。要拆掉啊？对。那太可惜了。拆掉恢复院子嘛，像这样。那你这个砖不是浪费了吗？没办法呀，现在只能这样了。然后这些其实也不叫浪费，到时候拆下来的砖可以用来循环使用哈。循环使用嘛。在这个院子呢，我们本来是想给它打上地平绿化的，然后主要就是不通路，然后我们也是想的是等它这个路通了以后再来硬化这个院子，然后规划一下，把这里做一个花台，然后做一个围墙式的，有小孩子在这里玩耍的话。是，我看你们这院子也挺宽敞。你看哦，小平他是比较喜欢做花的，这里看出来了，特别多肉啊，玉界都是有的。小心哦，你和那里有刺。这个院子变化还是挺大的，对，一年比一年有个生机。就是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后期可以扩宽嘛。这下面可以做一个那个像那个土家族那个挑空的一个院坝。可惜那不是我们的。这个地不是你们的吗？不是，那个是别人家的。这菜也是别人家种的啊？对，这些都是别人种的。然后我们当初是打算把它租下来的，人家说太便宜了，不愿意租。然后我们给的也是已经是市场价高出几倍的价格了。那你们住在这里，那个蔬菜是到县里面去买还是自己种的？我们都是自己种的，因为我们自己买了3块地，买了2块地，那下面那块地是。这个卖房子这样送我们的，然后我们又租了1块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吃菜的话是不用愁的。吃的都是有机蔬菜。我看你们的水果也是很自由啊。对，实际上这些橘子啊、李子啊，我们都是自己种的，而且长得特别好，完全实现了水果自由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老房子，反正是挺溜的，就是家徒四壁。家徒四壁。你们这个房子，我看在别的地方都是1层，你们这个为什么是2层呢？因为我喜欢这种吊脚的，我想的是1楼娱乐，2楼做人嘛。因为2楼的话，我想的是做一个新空房。现在呢，就只是有一个框架。如果说这个路通了以后，我们进行改造，然后给它全都弄成那种框架式的。我们每天吃饭都比较晚。我看他们都是种这台。蘑菇乖了。这里面都有蘑菇啊？对，我们每天都上山捡蘑菇的。他们生活这个山里面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。地里面没菜了，他们就在山上搞野菜，捡蘑菇或者是那些野的菜。生活还是挺方便的，我觉得。那你们这个地方应该是通电的哈，冰箱都有。对，我们这是通电通网络的。看来还是挺方便的。他们最开始在这里生活，肯定是要选择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地方。对。如果说不通电不通网的话，太不方便了。我觉得年轻人要是在这里，要是没网络都受不了的。那今天我下厨吧。那我给你烧火。好。可以方便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？啥？你和小琴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其实认识就在偶然间。偶然间啊？因为当初我是一个小米的忠实粉丝，然后我去小米店维修我的电脑，然后就小云在里面做销售嘛，然后就认识了。他们结婚完全是闪婚，感觉。一切都是顺其自然。我感觉他和小琴我们一起去玩的时候，我才和小琴认识，然后没过几个月他们就要结婚了。太快了，缘分到了吧，应该是。这个缘分的事情很难说，挡都挡不住。就是一般在外面吃或者是点外卖，在家里面的话也是有人做饭，所以就很少了。羡慕哟。因为现在基本上是用电，烧火很少用了。这个柴火应该煮的要好吃一点嘛。对。我都不是，你等一下火别烧太大了哦。
在城里都很少见到用这种木阵做饭的方法，城里哇都是用电饭锅煮，农村都是用这种木阵蒸。它是有2个程序的，一是把这个米放到水里面，然后煮的半生不熟的状态，然后再把它水和米分开，然后再2次上锅蒸。哇，小雪好厉害哟！小雪，你看这饭熟了没有啊？熟了，可以端起来了。端起来了。这个还要回锅热一下。对，这个还要回锅。这个是汤的还是干的呀？这个是干锅的。啊，我还以为是汤的。哇，好重啊！它这个也可以加点汤，然后煮菜。也可以这个。我们把锅刷一下。好多年没见过这个锅了。煮这种饭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再煮汤了，直接是米汤了。好香啊！香啊！你流口水了没有？流口水了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个牛肉更香。因为小孩子的原因嘛，我们带的菜都有辣椒，怕小孩子吃不了辣，炒一个白菜。你们看到这个刀把都是木头的。这个炒的这个蔬菜是小秦家自己种的，吃的非常的健康哦。这种蔬菜比城里街上买的菜都要好吃一点。所以他还特意想到一横一竖他们没有吃的，还炒了一个白菜没有辣椒让他们吃。出锅喽！这个卖相不太好看哟，希望小朋友们别介意。小朋友都喜欢吃，给他吃饱。哇！小雪的技术还真的可以，一点都没少。要思想不滑锅。香喷喷的牛肉出锅喽！哇，你看他们的桌子都非常的原始。因为他们家只有几个人，所以说我们把筷子先冲洗一遍。在这农村嘛，灰比较多。你看他们的水都是从那个山上面流出来的山泉水，难怪他们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帅，原来是喝了山泉水。人家老鸡不？很久了，跟大家打招呼噻。我们吃饭比较快，他妈妈还在吃饭，我替他照顾一下。这是李俊家的女儿，你们看可不可爱 ？Hello， 打一下招呼。Hello， 哇，你这个衣服太大了吧？这像不像李俊啊？你们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他比较高冷，我觉得。喝，现在能喝到了。对，喝到了吗？妹妹都想喝了，对不对？妹妹喝，妹妹喝啊，慢一点，等一下抖。喝，哇，用力加油，差一点点。妹妹没喝到，哇，喝到了，啊，哥哥好棒呀！啊，妹妹都要喝光了。妹妹可不可以喝完？你很。
小雪经常都来，你觉得我们这个房子怎么样啊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很羡慕呀，这上面完全能够自给自足，生活起来也非常方便。我都有点向往这个地方的。其实我感觉我们这里好多人都会卖房子的，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来做邻居，因为这里就只有我们一户年轻人，感觉还是有点太无聊了，因为我们的小孩也找不到玩伴。玩伴对。对，像你们现在也有小孩嘛，可以带到这里来玩，是吧？像村里面的话，一般都是老年人在家哈，年轻人都去打工去了。对，你看我们在这里，做了几年，就是因为不通路，所以说，走了很多弯路。现在我们把这条路申请下来了，其实我也是呼吁，就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到这里来，可以一起，买房子，在这里定居隐居啊。我看一下这个路通了的话，我要考虑和你一起来做邻居。可以的，欢不欢迎我们呢？随时欢迎，因为这里好多房子都要卖，就是在几万块钱就能拿下。像现在呢，交通条件也好了，像如果说简单改造一下，还是花不了什么钱的。我看你们这边这房子都是空的，那些人是搬出去了吗？对，这里的人都搬走了。像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想等它通路，因为现在不通路的话，成本太高了，完全是无法承受的一个这个工价嘛。像婷婷她刚来李俊他们家不了解，其实像这种山里面的房子它是比较便宜的。当时李俊买这个房子好像是花了几万哈。差不多8万块钱8吧万块，钱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价格贵，现在的话，便宜了。现在我在看上面那个路边的房子，它都只要4万多就可以买下来。当时可能买的时候比较急哈。对，因为我们人家看我们年轻嘛，就是反正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我们特别想要这个房子，主要我们这个位置看起来比较开阔。然后我们呢又特别想卖，人家呢又感觉我们年轻，他可以，在我们这里多要一点钱嘛。想坐地起价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你不买的话，他想都没想这个问题；一买的话，他就想到这个问题，想多卖一点钱。对，农村就是这样，荒地无人耕，你只要喜欢的话，就有人抢争嘛。就是这样。可能那个买房子的人，可能是看出你们比较特别喜欢这个房子，对，所以说就坐地起价。对，都你没看过是这样的。他们之前那个房子？我没看过，比较破。对，原来房子很破的，所以说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多在这里来玩，然后把你们的小孩都带到这里来。因为像现在在城里的话，小孩子在城里其实是不利于他成长的。我们小孩在乡下从来都不感冒不生病的。我感觉你们小孩比我们小孩要活泼多了。对，你看他每天走这些山路走得特别好，像城里的小孩到这里来，像这种路他们都走不稳的，生怕磕着碰着。对对女儿对。她来的感觉有点不习惯，意思是说这个地上有灰啊什么的。像我们小孩的话，他就不管这些，像这样的话，他多接触这些大自然的东西，抵抗力比较强嘛。对，它环境太好了，它抵抗力会下降。对。你们当时拿着这些沙子是驮下来的吗？还是？这些沙子都是拉到上面，然后找人扛下来的。大部分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挑下来的，因为这个人工成本太高了。一车沙子我们买的时候是200多至300块钱，我们找人扛下来的话，工钱就要1000多。像这个砖也是，反正不通路的话，我们都不会再去动这个房子了。那你感觉和在这里生活和城里面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我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啊，因为现在的人啊，有网有水有电就可以了。采购的话，我们可以到山下去采购，我们一次性采购的就够我们1个星期了。而且我们下山的话，最多就是买一些肉，蔬菜我们从来不买的，因为我们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种，现在这些水果都是自己种的，都不需要去街上买。自己种的好多了，比买的，因为你买的话，你不知道它的货源从哪里来，有没有打什么农药，有没有超标啊？是的，因为我们自己种的，吃起来比较放心，完全都不用什么打农药。对，反正住在山里面的消费是很低的，就是偶尔下一下山。我们现在小孩读书都没有影响的，因为我们这里到山下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就能到山下。你们这山里面还是有学校的是吧？山里面没有，但是山下有，因为山下从山下到山上也就几分钟的时间。那也挺方便的。像现在下面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有。但你这小孩现在还小，还长远。对，我们读书的话它也方便，就是我们每天接送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小、幼小
初中对、高中也有啊，对，很是的。方便。所以我们选择这里也是挺不错的，因为我们当初看中的就是这里离城近，环境好。像那些离城远的地方，你要是小孩生个病啊，你的跑步都感觉特别的漫长。在这里的话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哦，其实很多人考虑什么那个交通不便呀，小孩生病怎么办？其实这些都是多虑的，这里对完全不用担心这些。对，这里是不用担心的。这里唯一的就是这条路目前没弄好，等它弄好以后，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大，反正现在已经路也通到门口了，只不过对现在是泥路，不过走上去了往往也没多久，也不对，碍事，反正现在就是时间问题，这条路是肯定要硬化的。早晚会通的这个就。对，我们上来都在开20-20分钟车。对，因为不熟的话肯定要慢一点，像我们熟悉了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对对，再说云贵，人家说外面的人技术不好，少走云贵川。对对对对。那当时你搬到这里来，你的家人同不同意支持你啊？其实家人他们是反对的，他们说我们本来就是农村的，你干嘛要买个房子到农村去啊？因为他们不理解。我就感觉现在嘛，还是农村住着比较舒服，因为我们现在长大以后，老是都在怀念小时候。我也是。对，每天坐在城里就感觉太无聊了。我在农村的话，我们每天种的这些水果蔬菜，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蹲在那个地里面看着我那些水果，我在看好久。我觉得在城市里面那个待太久了，有点压抑。像我每天都是喜欢种一点植物，然后每天早上去看它的成长情况呀，就会有一种小惊喜。对，反正我们现在山里面种了桃、枇杷、李子、葡萄，还有西瓜，还有草莓，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都种了有。所以说我们住在山里面，根本就不用去城里采购，都可以生活几个月。一年四季都不用考虑水果和吃的问题，对对对，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水果。对，因为我们后期的话，我们还是打算要养一些鸡啊这些，因为现在的话，我们这些鸡舍都没有完善，那个鸡就到处跑，还是太脏了。因为小孩在这些院子里玩耍也不好。有没有考虑养一头牛？到时候你的牛话就自己耕地。牛我们没有想过，但是我们想过要买一个铁牛，用来犁地，因为自己人工去锄这个地的话太慢了，对，太费劲了。那个牛的话，因为它吃的东西很多，你每天都要花很多心思。牛和猪我们是不考虑养的，这个比养小孩还麻烦。对啊，你2个小孩在这也不方便。像小孩一样，每天要给他吃食，还要放出去养。对，反正现在的话，住在农村尽量减少这些，这种大范围的这种劳动嘛。年轻人是怎么简单怎么来。对，就因为现在住在农村来，更多的是要享受生活，而不是把自己真正的把它像以前干农活那样去拼命的去劳作。因为我们现在以前不一样了嘛，对现在是完全是享受生活。对，因为我感觉嘛，人这一辈子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应该年轻的时候尽量去享受生活。很多人都说，老了就可以去养老了，那老了怎么养老？都走路都是问题了。对，年轻的时候才叫享受生活，才叫养老嘛。老了都不叫养老了。对，我感觉老了之后，感觉像是在等时间一样。对，因为如果说老了以后你不生病好，你一生病的话，可能半辈子都在床上躺着了，那就不叫享受生活了。再有钱，再有子女，再有能力，你也只能是享受不到了，是吧？对。年轻才叫享受，老了就不要享受了，老了是没办法了。是的。但现在的好多老人都是年轻的时候上班，然后老的话就照顾孙啊什么，哪里会有时间去享受嘛，是吧？对啊。老了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。只有年轻才是属于自己的，老了都是带小孩、带孙子。现在嘛，这些小孩，其实带着还好吧。我看你们2个小孩子比较乖，还是。对对对，现在。因为2个小孩一长大一点，就送到学校里去了。一天一半的时间都是自己的，所以说根本就不用去照顾小孩这些的。今天感谢你的招待。这是里面访客为主来招待我们而已。没有嘛，下次上来我们来安排。好的，下次一定来。你们上来玩还自己带食材？没有啊，只是听小雪说你这个朋友很想认识一下，所以说。但也不能空手来嘛，在我们贵州。反正你们有时间就多上来玩嘛。好。把你们朋友也可以带到这里来一起玩。好的。